他若生一根毛发，我剥了你的皮！就在青燕手掌快要抓到萧炎的千钧一发之际，紫妍苏醒了，一道紫金色的光芒快如闪电，瞬间就击中了青燕的身体。紫金光芒在青燕身上爆开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整个人狼狈地倒飞出去。这一幕让周围的人都惊呆了，尤其是正在和飞禽交手的夏沙和其他强者，他们急忙抬头看向那火焰缭绕的方向。只见虚空中一道娇小的身影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。当这个身影出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脉开始沸腾，仿佛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他们要跪下来。飞禽看到这一幕，激动得不行，他喃喃自语：真正的王族血脉彻底苏醒了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蜕变后的紫妍缓缓而现。现在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小女孩，而是一个倾国倾城的成熟女孩。她的背后，一对紫金色的翅膀轻轻扇动，每扇动一下，就传来风雷的声音，让人感到震撼。飞禽看到紫妍背后的翅膀，激动得不行，他猛地跪在天空中，恭敬地说：恭迎龙皇大人。东龙岛的强者们也立刻跪下来，大声喊道：恭迎龙皇大人。夏沙和青燕这些其他龙岛的强者看到这一幕，脸色也变了。他们虽然也感受到了威压，但因为长期服从的是三大龙王，所以没有像飞禽他们那样跪下来。飞禽看到他们没跪，怒喝道：夏沙、青燕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见到龙皇居然不跪！青燕和夏沙干笑了一声，他们硬着头皮说：见到龙皇大人，不过我们毕竟是属于龙王大人的麾下，日后有时间再来觐见龙皇大人。说完，他们不敢多待，立刻转身就跑。飞禽气得不行，刚想追，紫妍却轻轻摆了摆手，她扇动着紫金翅膀，瞬间就出现在萧炎面前。他看着萧炎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和僵硬的手掌，眼神里露出一丝波动。先休息会儿，辛苦你了。紫妍轻轻把手放在萧炎额头上，一股紫金光芒从他体内涌出来，顺着指尖进入萧炎的身体。很快，萧炎就被紫金光芒包围，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也烂在地上。飞禽走上前，恭敬地说：龙皇大人，多亏了萧炎小哥这段时间的不眠不休，才把您体内的龙皇精藏溶解了。紫妍轻轻点了点头，他的声音很冷，但也很有威严。我知道，照顾好他，让他好好休息。龙岛的事交给我来。飞禽连忙接过萧炎，带着他退到后面。紫妍的目光转向被战火弥漫的古龙岛，他轻轻扇动翅膀，瞬间就飞到高空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下面的战圈。紫金光芒从他体内涌出来，像雨露一样洒在古龙岛的每一个角落。所有人都被紫金光芒震撼到了，他们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脉都被还原。蛮岩看到这一幕，震惊得不行，他身上的龙爪、龙臂开始飞速退化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普通老人的模样，气息也萎靡了许多。真的成功了！竹里长老看着天空中的紫妍，激动的老泪纵横。他跪在天空中，感慨地说：太虚古龙一族终于有龙皇出现了。古龙一族的人，不管是天空、地面还是山峰上，都恭敬地跪了下来。一些其他三岛的强者，虽然一开始有些迟疑，但最后还是跪了下来。在他们心中，真正的神就是拥有完整的龙族血脉的人。龙皇一出，三大龙王可就真两慌了。蛮岩叹了口气，虽然他没有跪下来，但也对着紫妍弯了弯腰。今日之事已是彻底失败，有着龙皇大人坐镇东龙岛，其余三岛精锐已是没有了半点战斗之力。蛮岩和夏敖对视一眼，都感到很无奈。三岛统帅者10息之内带人离开东龙岛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传来紫妍平淡却威严的声音。蛮岩和夏敖苦笑一声，蛮岩对竹离说：东龙岛的坚持或许是对的，不过你们以后也小心吧。三大龙王都是野心勃勃的人物，不可能会任由龙皇大人轻易一统古龙族。说完，他带着人急忙离开，其他两岛的人也跟着离开。回去之后，告诉三大龙王，太虚古龙一族自古以来只有龙皇，没有龙王，他们的那一丝王族血脉，本皇到时会亲自收回。紫妍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让蛮岩等人身体都是一颤。太虚古龙一族，看来不久后就会有大变动。龙皇之怒，惊天动地。萧炎从一片紫金色的光芒中缓缓醒来，那种冰凉的气息一点点融入他的意识，让他从浑浑噩噩中逐渐清醒过来。这里是他坐起身，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。他突然想起紫妍，猛地坐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力量好像突然增强了很多，甚至把床榻都按碎了。他低头一看，自己的皮肤下透出淡淡的紫金光芒，像金属一样坚硬。忽然，房门被推开，竹离长老和黑琴走了进来，看到萧炎醒了，都特别高兴。竹离长老说，紫妍成功了，但因为还没完全吸收龙皇本源果的力量，所以又闭关了。萧炎有点失望，他还没见到紫妍。竹离长老告诉萧炎，他身体的变化是因为紫妍注入了龙皇之力，并激活了他之前服用的古龙血晶，所以他的肉体强度大幅提升。萧炎试着催动体内的力量，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紫金色的龙鳞，这就是龙皇骨甲，是太虚古龙一族的顶级防御技能。飞禽说，有了这个，
萧炎的防御能力至少提升了2-3个档次，就算是面对9天尊那样的强者，也能硬抗几下。萧炎对这个新技能很满意，又问起了青灵。竹离长老说，青灵在古文墓中修炼，那里灵气旺盛，可以压制他体内的9头天蛇灵魂。等他炼化了9头天蛇，实力会大幅提升。萧炎听了，决定在古龙岛多留一段时间，等青灵出关再说。竹离长老还提到，紫妍闭关前吩咐过，要把萧炎当上风对待，而且他们已经召回了在外修炼的长老，东龙岛的实力会更强。萧炎心想，太虚古龙一族终于要开始有所行动了。最后，萧炎问竹离长老，虚无空间中有没有雷霆聚集的地方，因为他的天妖鬼需要雷霆之力来修复。竹离长老想了想，告诉他东龙岛附近的确有一处雷霆聚集之地。不久，在一片漆黑的虚无空间中，一道巨大的光影像闪电一样飞驰。这是一头庞大的黑色巨龙，而萧炎正盘腿坐在巨龙头顶。萧炎感叹道，不愧是太虚古龙，只有他们才能在这虚无空间中自由翱翔。要是换成其他魔兽或人类强者，根本没办法这么顺畅的飞行。虚无空间里到处都是狂暴的撕扯力，普通斗尊强者根本无法在这里生存。飞行的声音从巨龙口中传来，萧炎小哥，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能到达虚空雷池了。萧炎点了点头，心中有些期待。这个虚空雷池是竹离长老提到的雷霆聚集之地，那里空间很不稳定，能量混乱，非常危险。如果不是萧炎坚持要去，竹离长老也不会轻易透露这个地方。飞行提醒完后，巨龙的尾巴在虚空中一甩，身体像闪电一样飞出去，瞬间就消失在远方。过了一会儿，萧炎感觉到虚无空间的尽头开始出现一道闪烁的银色光泽，狂暴的能量从远处传来。他站起身，目光紧紧盯着那越来越近的银色光泽。随着他们靠近，银色光泽越来越大，轰隆隆的雷鸣声震耳欲聋。萧炎看到的是一片巨大的湖泊，但里面不是水，而是璀璨的银色雷霆电光。这是一片真正的雷池。站在雷池前，萧炎感到自己格外渺小，雷鸣声让他心神颤抖。萧炎惊叹道，好浓郁的雷霆之力，这里的雷霆之力比他在丹会上见过的丹雷还要强大。飞禽也感到震惊，萧炎小哥，你确定要在这里修炼？这里太危险了。萧炎笑了笑，他相信这片雷池不仅能修复天妖鬼，还能让其他10具地妖鬼的实力大幅提升。如果成功，他将拥有11具天妖鬼，相当于11名斗尊强者，这阵容相当强大。黑青老哥，我先进去了，有事我会发信号的。萧炎说完，脚尖一点，身体像闪电一样冲进雷池。他的身体被一股包裹，那些雷霆碰到一会儿后都消失了。萧炎小心翼翼地走进雷池深处，最后停在了一个雷霆之力浓郁的地方。他盘腿坐下，把天妖鬼推到雷霆凝聚的地方。天妖鬼在雷霆的轰击下开始修复，虽然速度很慢，但萧炎能耐。他清楚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半个月内应该能修复好天妖鬼。接着，萧炎又拿出10具地妖鬼，心中暗道，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把他们强化到天妖鬼的境界。他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如果这些地妖鬼都能进化成天妖鬼，再加上原来的天妖鬼组成阵法，那实力提升简直无法想象，太诱人了。在一片璀璨的银色世界里，雷霆如同巨龙般咆哮，轰隆隆的雷声震耳欲聋。这种奇特的景象，只有在虚无空间中才能看到。萧炎就坐在这个银色雷池的中心，周围是11具傀儡，他们围成一个圈，把萧炎围在中间。狂暴的雷霆不断轰击着这些傀儡，但傀儡们不仅没有被击退，反而身上的光芒越来越亮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半个月眨眼就过去了。萧炎大部分时间都在修炼，他发现雷池中的能量虽然狂暴，但对他来说并不危险。有了异火和焚诀的帮助，这些狂暴的能量都被他转化为斗气，让他体内斗气有所提升。他甚至感觉到了5星斗尊的门槛，但还没真正入门。这天，萧炎发现天妖鬼的胸膛上出现了一道裂缝，里面闪烁着银色雷电。他意识到天妖鬼吸收的雷霆之力已经到了极限，材料的限制让他无法再进化。萧炎有些遗憾，但还是把天妖鬼收了起来，然后把目光转向其他10具的妖鬼。这些地妖鬼在雷霆之力的滋养下，身上开始出现金色斑点，快要晋级成天妖鬼。萧炎心想，这些地妖鬼是斗圣强者留下的，材料肯定比他的好。不过他也不抱太大期望，毕竟傀儡的极限大概就是斗尊级别。他决定先把这10具地妖鬼升级成天妖鬼，到时候组成阵法，说不定能让天妖鬼的实力暴涨到7星甚至8星。到时候就算是遇到9天尊，他也能凭借傀儡抗衡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地妖鬼身上的金斑越来越多，眼看就要完全变成天妖鬼。而萧炎则继续修炼，吸收着雷池中的能量。突然，他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雷霆漩涡，能量不断涌入他的身体。最后，漩涡和雷霆都消失了。萧炎缓缓睁开眼睛，他发现自己成功晋级到了5星斗尊。萧炎正准备收起10具天妖鬼，突然感觉到雷池深处传来剧烈的能量波动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道苍老身影从
雷池深处狼狈地窜出来，后面跟着10几道漆黑的巨大雷霆。萧炎看到这些雷霆，他心里瞬间就慌了，这玩意儿太恐怖了，他要是被沾上一点，估计连渣都收不起来。他二话不说，收起傀儡就往雷池外面跑。他可不想认识那个被追杀的倒霉蛋，更不想被那漆黑的雷霆追上。萧炎心里暗暗叫苦，速度开到最大，一道道残影在他身后浮现。可那家伙好像发现了他，不但没跑，反而直接朝着他追了过来。萧炎心里直骂：我可没本事帮你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前方的朋友。萧炎还没反应过来，那家伙已经出现在他身边，惊讶地说：五星本尊，你没搞错吧？这点实力也敢来雷池？萧炎差点气得吐血，他好好的修炼，结果这家伙惹了麻烦不说，还嫌弃他实力弱。他瞥了一眼这老家伙，发现他虽然看起来狼狈，但身上还有一股精气神，仿佛那些黑色雷霆对他没什么影响。萧炎心里想，这老家伙绝对不是一般人。他不敢停留，继续狂奔，但那老家伙轻松就追上了他。萧炎心里嘀咕，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那老家伙好像也察觉到黑色雷霆越来越近，怪叫一声，直接钻进空间裂缝，瞬间就跑远了。萧炎气得直骂：老混蛋！但他也不敢停下，背上的古翼一展，速度瞬间暴涨，几个闪烁就跑到了雷池尽头。冲出雷池，萧炎喘着粗气，心有余悸。他不敢想象，要是被那些黑色雷霆击中，会是什么下场。他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喃喃道：这雷池深处肯定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，不然那老家伙也不会被追得这么厉害。你有没搞错？凭这里的那些东西，也想将老夫撵得上蹿下跳？萧炎话音刚落，那老家伙的声音就在他耳边响起。萧炎抬头一看，那老家伙又回来了，瞪着他。萧炎问道：那些东西是什么？老家伙撇了撇嘴，道：一群有了一点点灵智的雷霆怪物。萧炎心里想，这老家伙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至少也是跟老师或者主力长老的层次的强的。他试探性的问：要不我们联手进去看看？老家伙眼睛一亮，但萧炎立刻摇头，他才不想再去雷池深处冒险，那种黑色雷霆太恐怖了。老家伙撇了撇嘴，现在的年轻人胆识越来越不行。萧炎心里暗骂：你才胆识不行呢。他没说话，老家伙却突然说：老夫姓王，不过想来你这小子也不会知道老夫的名。萧炎想了想，确实没听过这个名字。老家伙叹了口气：无知的小辈啊！萧炎心里直翻白眼。就在这时，飞禽的声音传来：萧炎小哥，你没事吧？萧炎看到飞禽，松了一口气。飞禽看到萧炎没事，也松了一口气。萧炎笑了笑，道：在雷池中遇见了点小意外，所以自己出来了。没多说，他一挥手，修炼差不多也完成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飞禽也是一喜，点了点头道：好，我在这里都要待得淡出鸟了。瞬间化为庞大的黑色巨龙。萧炎掠了上去，一声龙吟响彻，他们瞬间消失在虚空中。萧炎和飞禽离开后，芒性老者又出现，他皱着眉头望着萧炎消失的方向，喃喃道：萧炎，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。虚无空间中，他的声音缓缓回荡，仿佛在思索着什么。萧炎回到古龙岛，发现岛上的气氛有些不一样了。他感应到不少强大的气息，这些气息应该是那些一直在虚空中修炼的太乙虚荣的长老。龙皇在线，这些长老们也回到了东龙岛。萧炎心里清楚，东龙岛的实力肯定大增了。等紫妍出关后，说不定就要开始一统古龙族了。不过，萧炎也知道这条路肯定不会轻松。三大龙王可不是好人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让紫妍完成一统。竹离长老走过来，笑着对萧炎说：你可算回来了，那虚空雷池太危险，我还担心你在里面出事呢。萧炎连忙感谢，然后注意到竹离长老身后有2个身穿白袍的老者，气息强大。竹离长老介绍道：这2位是古龙族的长老，以前一直在虚空中修炼。萧炎正和他们寒暄，青灵突然跑过来，望着面前娇俏的女孩，萧炎也是一怔，旋即微喜道：出关了。青灵嫣然笑道：多亏了古龙墓中的龙气，再加上几位古龙族的长老出手帮忙镇压，这才将9头天蛇的灵魂炼化。青灵炼化9头天蛇，实力一下子提升到了6星本尊。萧炎有些惊讶，但也为他高兴。竹离长老解释说，碧蛇三花瞳和9头天蛇的灵魂都是极其罕见的，所以青灵的实力才会暴涨。萧炎问起紫妍的情况，竹离长老说他还在闭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。萧炎想了想，觉得自己不能在这里久留，于是决定离开。竹离长老给了他一枚空间玉简，说以后有事可以捏碎它，直接传送到东龙岛。萧炎接过玉简，感谢了竹离长老，然后和飞禽、青灵一起离开了古龙岛。他们穿过空间裂缝，来到了一片葱郁的山脉。飞禽告诉萧炎，从这里向北走，不到半天就能到达星灵。他因为古龙族的事情要回去，所以不能送他。萧炎感谢飞禽后，和青灵一起向北飞去。